你不是不够聪明，而是你的大脑还在裸奔。刷了几百条成长视频，买了一堆书，还是原地踏步。你不是不努力，是还在用人脑死扛系统级惯性，就像拿算盘写代码，压根不匹配，是不是很像你？每天刷视频、听播客、看书、报课程、收藏压塞爆，书桌堆满，结果呢？一边焦虑一边努力，但看不到真正成长，心里越来越慌。这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你压根没装系统。成长不是靠加法刷量，而是做减法加减结构。没有结构，所有努力都变成了伪进步幻觉。你可能很努力，却在原地画圈，因为你把所有精力投入在收集素材，却没建立转化机制。认知暴击区，信息过载时代。最大的问题不是没学会，而是没装系统。你以为自己在成长，其实你只是不断喂给大脑新内容，但没出口，没连结，没转化路径。你越努力越空虚，越空虚越焦虑，然后又继续刷内容，缓解焦虑，最后陷入一个高强度伪成长的死循环。真相是，不是你能力差，是你在用意志力顶替系统力。成长的本质是结构之间的复利，不是意志之间的较量。案例：努力陷阱的真实写照。再看一个更真实的例子，小芳，27岁行政助理，想转行去做设计。她每天下班后学设计软件，刷教程视频，报班学 UI 课，甚至每天画一张临摹图上传社群，看起来已经很努力了，对吧？但3个月后，他投稿被拒，公司也没有转岗机会，他彻底陷入了自我怀疑。我是不是不适合设计？其实他的问题根本不是能力，而是没结构，输入过载，教程、视频、课程全都学，风格混乱，目标模糊，输出割裂，画了图却没人点评，不复盘，不整理，不归类，积累全打水漂，连接缺失，没有建立作品展示机制，没有定位自己风格，也没人知道他在转型。最终他用尽了力气，却没有踏上正轨。你是不是也像小芳一样，拼命填鸭式学习，却没真正搭建自己的成长系统？你不是笨，而是缺乏结构；你不是懒，而是方向感丢失。再举一个反例，小韩，26岁，在职场迷茫中选择自我转型。他没有盲目看各种内容，而是只关注1、2个系统性博主，并跟着一步步拆解练习。他把每次学习的内容写成公开笔记，并在社交平台记录转型进度。他把每一次反馈都纳入思考框架，不断优化路径和表达方式。结果不到3个月，他不仅清晰了职业方向，还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，因为他被看见了。系统是让成长产生杠杆的底层操作系统，结构感启蒙，成长3层系统。成长从来不是靠多努力一点，而是靠系统运行。真正有效的成长系统至少包含3层：输入结构，有意识的筛选信息源，围绕目标而学，不是什么都学，而是精选可转化的内容，有节奏的安排学习，不盲目追热度。输出结构，输出是结构的强化，写作、演讲、教学、内容创作，输出才是拷问思维的过程，让你思考、整合、表达。每一次输出都是一次认知升级，自我定位，连接与变现结构，明确你的人设、方向、价值标签，通过社交平台、社群、展示窗口建立信任和影响力。输出有反馈，价值能流动，才会进入正循环。没有结构，你只是在用人脑内存单机运行。有了结构，你的大脑才开始云同步，系统级进化。成长不是自嗨，而是结构运行后的复利增长。成长也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系统不断升级迭代。实操任务，你现在的系统长什么样？拿出纸笔，开始你的成长系统检测。输入
你每天的主要学习内容有哪些？有多少是跟你目标高度相关？哪些是低价值但占据时间的输入？删掉50%无效信息源，让重点浮现。输出，你有没有固定输出通道？你有没有把学到的知识转成内容？是文字，是视频，是表达，有节奏吗？有人反馈吗？连接，你有把价值展示给外部世界的通道吗？有没有被看见的场域？有没有建立信任和互动的机制？回答完这3点，你就拥有了自己的成长系统 1.0。它可能还不完美，但已经比90%的信息海里漂流者更清醒。你只需迈出一步。如果你此刻觉得卡住，不是你笨，是你一直在硬扛系统级惯性。你需要的不是更多努力，而是卸载旧模式，建立新结构。哪怕只是开始筛选输入源，输出一次表达，建立一个反馈机制，都将成为你成长系统的第一颗螺丝钉。系统一启动，复利就开始滚动。你不是没用，你是还没装系统。别再裸奔了，成长也需要结构。结尾行动留言告诉我，你在哪个环节最想突破？输入太杂，准备开始删减精炼。B， 正在搭建输出路径，持续输出还不稳定。100，想建立连接机制，把内容转成影响力。下集预告第6集，长期复利反馈区，我们将进入成长飞轮机制，打造个人 IP 和稳定反馈通道，正式开启长期复利模式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3连。我们下集见，继续用系统打通人生高速路。